这个是最新的第4代奥迪 A3 Sedan， 它基于 VW 集团最新的 MQB Evo 平台打造，也就是跟第8代的 Golf 相同的平台。这个车子最早在2020年5月的时候推出，那随着2022年底奥迪 Malaysia 重回来这个市场过后，很快的他们又再从德国 CBU 整装进口了这个奥迪 A3 Sedan。但因为它不像 Mercedes-Benz 和 BMW 或者是 Volvo 这样子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有设厂，所以呢，这个车子是 100% 从德国 Ingolstadt 整装进口到马来西亚。所以它虽然是一个 A3 Sedan， 不过它的售价从355,612块起。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去朗高一看的话，它的免税价是175,900多块。所以175千再加180千才会得到它现在的这个355千的售价。讲这个是要告诉你啊，这个180千不是奥迪马来西亚要赚你，而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关税政策，我们的对于 CBU 进口的车子就是会被征收这么高的税。除了最新要引进的这个电动车，像 e-tron GT 和Q8 e-tron 等等，这些车子都是免税。除此之外，这种传统的燃油车，奥迪都要面对跟 Lexus 一样的窘境，就是它没有办法在价格上面可以跟 Mercedes 和 BMW fight。但这并不表示说这辆车子完全没有讨论的空间，完全没有参考价值。那恰恰这辆车子让我们更加能够去审视 BMW 和 Mercedes 到底有哪一些不足，然后到底有什么东西让奥迪这个价钱还能够在市场上卖多卖少不是重点，重点是还是会有缘人会选择这个355千的奥迪 A3 Sedan。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我的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 奥迪马来西亚为这个 A3 Sedan 加入了 S Line 套装，这个 S Line 就相当于 Mercedes 的 AMG Line、BMW 的 M Sport 这样子，就主要是外观套件让你有一种买到顶配车的感觉。它采用的是奥迪的家族式设计，也就是这个 Single Frame 的前脸，所以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看到 RS-Q8 的感觉。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子是属于 Compact Executive Sedan， 所以它打的对手就是 Mercedes 的 A-Class Sedan， 还有 BMW 的2 Series Grand Coupe。当然，这个车子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大灯虽然有 Corner Ring Light 跟 Volkswagen 一样，但是它就没有 Matrix LED 大灯。这个在德国全部都是可以选配的，甚至我那天在Munich 我看到 T-Rim 的 A3 也是有，只是在马来西亚就奥迪马来西亚帮你选好了这个package 这样子啦。Passat R-Line 用19寸 ，Passat Elegance 用18寸，奥迪 A3 Sedan 用17寸，22545R17标配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轮胎。那这个 Turanza T005 轮胎是一个 Premium 舒适型轮胎，它这边有 A 字形的沟槽设计，在湿地的表现、干地的刹车过弯表现等等，都是同级别轮胎里面的佼佼者。我们来看看它的心脏。那奥迪马来西亚引进的这一款 A3 Sedan 就采用了 2.0T FSI 引擎，搭配 7-speed 的 S-Tronic 变速箱。它的动力数字非常有趣，就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Passat Elegance 一模一样，190PS 320 Nm， 但它用的又不是 Passat 的平台，而是 Golf 8的平台这样子。当然你知我知，这一代的奥迪 A3 最吸引人的就是它那个 5-cylinder 的 RS3 版本。可是坦白讲，这辆车子因为车型相对来的小，所以190匹320 Nm 在路上你不太会被人欺负啦。所以它不只是动力数字跟 Passat 一样，你看它的这个 engine 盖它整个用的这些 parts 根本是跟 Passat 一模一样的，好像从 Passat 扒出来放下去罢了啦。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啦，本来他们都是一个 Keluarga 一个 family 来的啦。因为奥迪的命名方式和 BMW 有一点不同，所以很多初来乍到的豪华车主都会一头雾水。A3 是不是对3 Series？ 答案不是的。A3 对的是1 Series 和2 Series， 还有 A-Class。因为 A-Class、1 Series、2 Series 还有 A3 这些车子，它们都是属于
前驱平台。那从 A4、A5、3 Series、4 Series、C Class、C Class Coupe 开始，这些就是后驱平台，就是以后轮驱动为主，再给它加入4轮驱动系统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如果问我这个比较好还是 A4 比较好，这个比较好还是3 Series 比较好，你问我1000次999.9次，我都会跟你讲后驱平台会比较好，除非你要买的是钢炮。除非你要买 RS3 Sportback， 你要买 A3 Sportback， 那个就另当别论。因为在钢炮的逻辑，你就是要小，就是要巧，就是要精，就是要准。可是当我们讲到 Sedan， 当我们讲到4门房车的话，其实最好就是5 Series E Class 这个 A7、A8 这种车子会比较适合乘坐啦。那这种车子其实它就是一个 hatchback， 但是又给它有 Sedan 的车型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够去要求它的这个后排空间要有多大，因为它就是一个小车的平台来的。如果你问我 A3 Sedan、A Class Sedan 和 BMW 2 Series Grand Coupe 来比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后排都是大同小异。这个中间凸起的地方相当高，然后头部空间这个还好了。如果是2 Series， 它会2 Series Grand Coupe 它会更加的斜。可是小车真的就是小车，而且这个 A3 Sedan 它还用了这个 leather 的 bucket seat 啦，所以你完全是挡到你前面的，你要这样子才看到前面，所以那个压迫感不是开玩笑的，而且窗口的面积又相对来的小。但好就好在它里面用的质感真的是一流，我讲一流就是可以媲美，真的是 RS level 的那一种高级感，它的缝线、它的刺绣，你根本是绣不到 Volkswagen 的感觉了啦。甚至我觉得它的 cushion 比较软，坐起来比 BMW 跟 Mercedes 都还要来得舒服。我是在2018年初入行的，在我入行的头几年里面呢，奥迪马来西亚是已经退出了马来西亚市场，就交由奥迪新加坡来处理马来西亚的业务，还有一些宣传等等。所以换句话说呢，在我入行的前面几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有接触到 Mercedes-Benz 和 BMW， 我只能够从杂志、从一些图片上面去看到奥迪车款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也一直都认为 Mercedes-Benz 的 MBUX 系统像 A-Class 这样子有宽屏式萤幕很高级，BMW 的全新的悬浮式萤幕， BMW 的电子仪表板看起来很先进很绚丽。那奥迪相比较之下就略显逊色，就好像没有 Mercedes、BMW 那一种豪华高级感，感觉上好像有一点落伍了啦。但是这个第4代的 A3 呢，就刷新了我自己对于奥迪的印象。再加上我这一阵子，这近2年2022到2023，我接触的奥迪车子非常多像我去年在德国开了奥迪 e-tron GT、奥迪 RS e-tron GT、奥迪 RS Q8。那接着今年初我又开着奥迪 Q5 从德国去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再回去德国，所以我跟奥迪车款接触的时间变得更长，我就更加的习惯它的作业系统等等。那这辆车子呢，它虽然不是什么 RS 版本，不是什么很顶级的，可是它的这个是 S-Line 的方向盘，它是全皮革包裹，然后还有 Pedal Shifter。然后这个椅子呢，它是有 S 的这个刺绣，而且它是 Fine Nappa 的，不是普通的 Nappa 的哈。前面加个 Fine 就是证明它已经是 RSQX 的那个 level 的皮了。然后这边里面有这个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但是它没有 Ambient Light。然后你去驾驶模式这边也有几个驾驶模式，有 Efficiency、Comfort、Auto、Dynamic、Individual。But individual 里面就只可以调整 drive system 跟 steering， 不可以调整 suspension， 所以就355千来讲，未免令人觉得有一点捏一把冷汗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这个是奥迪的 Virtual Cockpit，可以切换它的东西，但是因为这辆车子是没有内建地图的，换句话说，你的仪表板也不能够投影整个地图，因为这个 MMI 系统里面是没有地图的，所以它的设备是不足。不够满，安全系统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 罢了，它没有 AEB， 也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照理来讲我应该是要讲 BMW、Mercedes 比较好，可是如果真的他们同样价钱 ，A3 Sedan、A Class 跟2 Series Coupe，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 A3。怎么讲？它虽然没有悬浮式萤幕，
这个荧幕算是有点落伍了啦，可是毕竟它是这样写下来的。总之，它的人体工学就是它给你一种什么都不多又什么都不少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我知道你要留言什么啊，这个价钱啊，巴拉巴拉，我知道。只是我要讲，单纯就这个设计真的是，它不会带给你负担的嘛，没有压力的嘛。好像 Mercedes 太多荧幕了，哇，我很压力。然后 BMW 有一点点花俏，可是它没有，它很严肃，很呆板，它同时又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绅士，它有给我这种感觉啦。所以阿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你家附近，可能如果有奥迪 showroom 的话，你去参考一下这个 A3 Sedan， 然后你再用它去看别的豪华车款，豪华型的 Compact Executive Sedan。这个奥迪 A3 Sedan 是一辆非常敏捷、非常灵敏的Compact Executive Sedan， 就是小型的豪华房车。受它的转向精准度，哇，这个 steering feel 一流，哇，你真的是一启动引擎，根本不用出大路，你就能够知道这是一辆好车，好驾、好抓、好掌控的车。我们先不要看它到底这个是不是跟 Passat Elegance 一样的动力数据，190 PS 320 Nm， 就单纯操控感来讲，奥迪就是奥迪。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子，我觉得它比 Volkswagen 好驾，它比 Passat 好驾，它比 Golf 普通的 Golf 好驾，然后整体的感觉也比 Golf GTI 还要来得好。Golf GTI 是钢炮啦，它不是钢炮，可是你知道品牌定位，它就是会有这种阶级啊。总之，它就是会比较阿达就对了啦。那它的320 Nm 呢，是从1500 RPM 到3990 RPM， 而 Passat 的320 Nm 是从1500 RPM 到4180 RPM。所以我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奥迪 A3 Sedan 它是比 Passat 还要来的有力。那再加上前面讲了的，它的轮圈是17寸，Passat 是18、19寸，所以你相同的动力数据小了1寸，然后你又有这个新的 MQB Evo 平台，所以呀，我本来要叫它是高级版的 Passat 也不对，因为它的底盘，它的整个我们华人俗称的车脚哦，哇，真的是怎么讲？真的是一辆很好驾的车，你会爱上它，你真的会爱上它。你问我跟 BMW、Mercedes 比起来的话呢，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子啦，BMW 只有 218i。那 218i 那个 1.5 L 3 cylinder 的 V38 引擎就它比较 lag， 而且它给不到那个动力，所以我不能够拿它来比啦。那 A-Class 的话 A200 是 1.3 1332cc， 然后也是很小车的 engine 啦，那应该要 A250 才可以跟它 fight。 那毫无疑问的，如果 A-Class 跟它，我肯定会选它，因为它很安静啊，无论在加速、减速、刹车，它都很安静。我觉得它的整体做工质感 虽然汽车厂商都会跟你讲CKD 跟 CBU 是一样的，我们 CKD 的质量不会输给 CBU， 在马来西亚组装跟在德国组装是一样的，他会跟你讲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买到 CKD 品质就是比较差，他们都会这样讲。可是如果你问过车主的话，很多时候呢 CBU 还是 CBU， 人家甘愿多花100千，人家甘愿多花100多千去买到德国，在德国组装的车子，都不要买在马来西亚组装的车子啊。那这个当然不是全部啦，那有些时候搞不好马来西亚组装的还好过德国组装的，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的选择，因为截至目前奥迪并没有在马来西亚
本地组装任何的车款，所以你就只可以买到所谓的舶来品，完全是从德国进口的菜。它真的是很安静，它真的是很安静，它没有乱七八糟的风切声，路面的噪音声可以接受，然后整个组装品质，它的 dashboard 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异响，没有，真的是它所有东西都 tuning 到非常的 fine。我还不要讲它的这个什么fine 啊巴雷的，它的怎么讲它的这用料啊，因为如果有时候你用料很好，可是你的组装品质不好，到最后是 LPPL 的啦。所以奥迪真的是菜。3号牙6000转 upshift， 4号牙 upshift 5、6、7 ，OK， 150，这个感觉很爽。但是呢，当我驾这辆车子跑到很快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浮现了我上一次驾 A45S 的时候讲的话，就是它很快，它很急，它很冲，它很有劲，但是它始终是前驱平台的车。即便到 A45S， 因为你的引擎是横置引擎，所以驾驶者跟路面的这个距离是相对来的近，相对来的低。那你跑低速、中速都还好，但如果你跑高速的话，有时候你跟前方车子太靠近，你会好像每一次都要找人家挑战，每一次都要去挑衅人家，每一次都要去挑战人家，它会有那种不安定的分子在你的血液里面跳动，一直告诉你再割一辆不要停，再割一辆，再割一辆，再割一辆。你唯一要挑剔它的，真的就是它的价钱。I mean， 我不知道未来什么 plan 啊，不过如果 A3 Sedan 能够本地组装，那它绝对会对 A Class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I mean， 在没有这种 CKD CPU 影响的市场，比如说我在德国，我在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在路上看到 A3 是非常普遍的。A3 Sportback、A3 Sedan， 就你在路上看到 A3 绝对不会少过 A Class。也不会少过 BMW 2 Series Grand Coupe 啦。但回到来，毕竟这边是马来西亚，所以我相信奥迪马来西亚当然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他也知道，全部人都知道这个价钱还是比较会 hit 到比较 niche 的 market 啦。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要看价钱，不要看性能，你去 showroom 看了喜欢你就买就好了，不要管这样多，不要管别人讲什么。Right， 所以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暂时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account。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也订阅一下，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能够试到 5 cylinder 的 Audi A3 Sportback。And cut 3 2 1 cut。它有 Lane Keep Assist 看到吗？它的这个力度非常之大。不可思议！我开着奥迪旗下最快的车款，接近600个 PS、830个牛车米的0到100只要3秒的车子，下赛道上highway，而且在没有 speed limit 的 autobahn 踩到完，去到180，去到190，去到200，而且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从白天走到夜晚，从夜晚走到白天。真的是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这辆车子，所以我非常期待奥迪e-tron GT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山路，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小路去测试这个奥迪e-tron GT，它绝对会成为马来西亚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